喺呢個世界裏邊咧，我已經生存咗有100日。咁喺呢100日裏邊咧，我做咗啲咩咧？而我又達到咗一啲咩嘅成就咧？喺跟住落嚟嘅影片裏邊咧，我將會介紹我喺呢100日裏邊做咗啲咩。喺第一日，我創建咗呢個世界之後咧，我就去伐木。伐完木頭之後咧，我喺隔籬殺咗幾隻牛。殺完牛之後，我搵到一個洞穴。搵到洞穴之後，我落去探索下。探索嘅途中，我發現咗煤炭，順手掘埋佢。開採完煤炭之後咧，咁我就發現呢個洞穴係好細，我就即刻走啦。離開咗呢個洞穴之後咧，咁我就向住一個方向一路前進，睇下某一個地方到底係咪適合我居住。然後我的確揾到一個地方，咁呢個地方將會做我以後嘅居所。咁我以後將會喺呢度發展。咁我揾到3隻羊，順便製造咗一張床，度過第一個夜晚。我揾到一笪地方，臨時種咗一笪田，然後我又出發去冒險。揾到一個洞穴，掘落去，然之後我跳落去，嚟到呢個洞穴嘅深處，我掘咗一啲煤炭，然之後發現咗一隻僵屍，仲有一隻，哇，炸啦！作戰完咗之後呢，咁我就揾到一個掘頭佬，但係我亦都同時喺裏面發現咗煤炭同埋鐵。升級咗我裝備之後呢，咁我就離開呢個洞穴啦。跟住我揾到一個更大嘅洞穴，呢個係一個峽谷。然之後我用咗方法落去，跟住順手掘埋佢少少嘅煤炭，繼續向洞穴嘅深處探索。揾到個 creeper 就要俾佢炸，行到盡先知道呢個原來係一個掘頭路。咁我又翻咗上嚟啦。咁我就揾咗個位向下掘，諗住揾個洞穴。然之後真係俾我發現咗一個洞穴，裏面已經有2隻怪等咗好耐。我就俾 creeper 用佢嘅炸彈幫我殺僵屍。第2隻 creeper 仲炸穿埋去地下添。咁我用斧頭殺咗個僵屍之後呢，咁我向下探索，發現咗一個弓箭手對住我就快啲走，快啲走。我製作咗個盾牌，防止佢用弓箭射我。我翻返去報仇，發現呢個弓箭手懵懵懂懂咁樣跌咗落個坑度。我用最快嘅速度幫佢解脫咗，然之後繼續探索。探索下之後呢，我揾到一個地方，我竟然發現到一個鑽石。係，我冇睇錯，真係一個鑽石。咁我就清晒所有嘅僵屍，清晒隔籬嘅怪之後呢，我就開採呢個鑽石。哇，竟然有2粒啊！我採集完第一個鑽石之後呢，咁我就行下下，又發現多一個鑽石。呢次嘅鑽石竟然令我意想不到，竟然有5粒鑽石連埋一齊。翻到去陸地之後呢，咁我就開始起一間屋。我起7×6嘅面積，咁樣就唔會令到我間屋顯得太細，又唔會過大。然之後我起完，時間已經嚟到第7日至第10日。起完之後呢，咁我又想起一個牧場喺嗰邊，但係又唔好離我屋企太近，所以我揀咗個唔太遠又唔太近嘅地方，就喺我屋企後面嘅小山丘度。我清咗一笪空地出嚟，之後我就起咗3個牧場圍住啲動物。我發現一個流浪商人咁啱好可以為我提供一條繩，然之後我拎咗佢條繩，拉咗2隻羊過嚟我嘅羊圈，再拉埋2隻牛過嚟我嘅牛圈，跟住再拉埋2隻豬過嚟我嘅豬圈，然後我就開始改造呢啲牧場。第一個改造完成嘅就係我嘅豬圈，我將佢起到似咗一隻豬嘅樣，然之後呢，咁我就去餵羊，餵完羊之後呢，咁佢哋2個就生咗一個羊 BB 出嚟，順便去餵埋2隻牛，令到佢都生咗一個牛 BB 出嚟。我唔會虧待任何嘅小生命，我為佢哋整咗一桶水放喺中間俾佢哋飲，然之後呢，我就開始改造呢個牛圈，改造呢一個成屋仔咁嘅樣。跟住我發現唔滿足，我繼續改，繼續改。咁樣望落去似一間小屋仔。整完個牛圈之後呢，我就落咗礦坑，掘咗少少嘅礦物。我順便換埋鑽石劍同埋鑽石鎬，跟住我將啲嘢全部攞晒去燒。我發現我屋企唔係幾好睇，穿晒啲窿，所以我就改造屋企。改造完畢啦，咁我就參觀下屋企，大概改造到一個有少溫馨嘅感覺。呢個算係我喺呢個世界親手起嘅第一間屋仔。
嚟到第17至21日，我首先餵咗兩隻雞。咁呢兩隻雞係為咗準備我起一個自動嘅雞農場。餵完兩隻雞之後，我就落咗礦坑，落礦坑嚟探索，睇下有冇啲咩係可以攞嘅。我發現咗一個礦車，礦車裏邊有煤炭，有少少嘅鐵軌，唔係太好。我發現咗第二個礦車，殺咗隔籬啲僵屍。殺完啲僵屍之後呢，我又攞咗第二個寶箱嘅嘢，發現裏邊有個命名牌。我繼續探索，揾到一片岩漿嘅池，然之後我就順便攞埋佢，順手我就可以帶翻啲材料翻屋企做一個吊門同埋附魔台。過完黑曜石要翻屋企途中，我發現咗一個新怪磚。呢個新怪磚係一個僵屍嘅新怪磚。咁我首先梗係清理咗隔籬啲僵屍先嘅地帶。清理完隔籬啲僵屍，我點咗少少嘅火把，抑制佢生怪。跟住我掠奪咗佢啲寶箱。喺臨走之前送咗一盞燈做禮物。跟住我翻嚟啦，我整咗一個書，整咗個附魔台，放咗喺屋企嘅隔籬。跟住呢，咁我就去咗一個地方，揾咗一個地方製咗一個地獄門。而個地獄門就喺養豬場嘅隔籬。製造完地獄門之後呢，咁我就開始點火儀式。入咗地獄之後呢，咁我就獲得一個成就。跟住我就喺地獄嘅隔籬探索咗一陣間，我揾到一片石英，咁我就掘咗佢。掘完個石英之後呢，咁我掘咗啲靈魂沙。掘完靈魂沙之後，採咗個蘑菇，跟住我就翻屋企啦。翻到嚟屋企之後呢，咁我就養咗小雞，準備我嘅燒雞場。我喺空中打兩粒蛋，竟然中咗一隻雞。然後我就開始着手準備一個發射器，準備一啲起燒雞場嘅材料。咁我好快咁樣帶過個過程出嚟。好啦，咁樣已經係一個簡易版嘅燒雞場，爭隻雞未入嚟啫。我將隻雞引到上嚟個平台度，最後將佢推落去。好啦，呢個裝置已經完成啦，最後只要等雞落嚟就得啦。哇！大家終於等到一隻雞死亡嘅時候啦。喺第22至27日之後呢，咁我將呢隻雞添加咗一個新嘅裝飾，而有咗呢個雕像之後呢，睇嚟更加有象徵感。喺第28至30日，我就開始我個航海冒險之旅。首先我揾到一個珊瑚嘅地帶，之後我就揾到一個村莊。咁我唔想破壞呢個村莊，咁我就喺村莊對面瞓咗一個覺。喺嚟到村莊裏面呢，我就搜刮咗少少嘅物資。後嚟我見到1.20更新嘅駱駝，咦，原來佢要按先可以騎。好啦，我見佢起咗身啦，我就試下佢幾高。哇，原來佢咁高噶！睇完駱駝之後呢，咁我就搜刮咗少少嘅稻草，然後我就向呢個村莊講再見啦。跟住我就揾到一個沙漠嘅神殿，沙漠神殿底下仲有一個少少嘅遺跡。我攞咗裏面嘅寶箱，跟住嚟到呢個沙漠嘅神殿裏面，掠奪咗少少嘅物資。我行過一個大草原，見到一群馬，咁就試咗一啲馬，咁就最終揾到一隻馬係比較好嘅。然後我行下又揾到個村莊，入村莊搜刮咗一陣間，我發現係冇任何嘅寶箱。我喺村莊附近揾到一隻更加好嘅馬，作為我以後嘅馬。繼續揾到多一個村莊，發現咗一個破碎嘅地獄門。攞咗地獄門嘅物資之後呢，咁我又入翻村莊去睇。咁呢次我有安，可以試下呢隻駱駝跑得幾遠。呢隻駱駝出乎我意料嘅，非常之有趣，但係都係唔夠馬好。我發現所有村莊都係差唔多，基本上都係冇咩可以搜刮，我就走啦。揾多咗一個沙漠神殿之後呢，咁我又開始去搜集佢嘅寶箱。遇到一個好大嘅河面，我淨係可以推住我隻馬行。我竟然喺村莊嘅隔籬發現咗一個哨站，掠奪者嘅前哨站，但係我冇選擇探索佢。我行下行下，我發現咗我屋企。既然翻到你屋企，咁我就順手擺低咗啲嘢，再次去冒險。
有帶條繩就方便好多。我將隻馬困喺呢度，然之後我就自己揸船走。竟然一出門就發現咗一個有寶箱嘅地方，但係我發現有隻三叉戟嘅僵屍偷襲緊我。佢打我非常之痛，佢打我好痛啊！一下就扣咗3格半，唔係，係3格血，但係都差啲死啦。經歷完呢個咁冒險嘅嘢之後呢，咁我就揸船嚟到一個比較安全嘅地方。呢個區域我係冇辦法騎住我隻馬行，因為我隻馬唔喺度。但我發現咗一個海底嘅神殿，秉持住咩都探險嘅心態，咁我突然間行咗過去，俾一個遠古嘅守衛附上咗一個施咒，掘唔到礦。但係呢樣嘢都阻止唔到我搜集寶箱嘅心態。我又喺探索寶箱嘅時候，俾人攞三叉戟打咗一下，嚇到我即刻走啦。又打到我一下，哇！佢三叉戟飛得好遠啊！攞盾牌擋住佢三叉戟，要2隻添啊！我一隻一隻慢慢殺咗佢哋，搞掂。搵到一個藏寶圖，但係嚟到呢個藏寶圖嘅地方，我爭啲俾個僵屍殺死啦，太驚險啦！睇嚟我嘅戰鬥技術都係要再次加練啊！喺將呢個藏寶圖交叉嘅位置刮開之後呢，咁我終於發現到呢個寶箱。本來諗住安心瞓個覺，結果後面有個 creeper 一下炸到我剩翻1格血。我決定唔再留喺呢個是非之地啦。翻到屋企之後呢，咁我清晒所有得到嘅物資，然後再去咗一趟地獄門。咁嚟咗一趟地獄之後呢，咁我探索咗一陣間，遇到一個地獄嘅幽靈，佢竟然夠膽向我發射火球。我諗住攞呢個軟爛爛嘅麵包打翻俾佢，結果係打唔到啊！然之後我切換呢個神之劍，一下打成功咗。你牙還牙，終於啦，有啦！解決完呢個煩人嘅幽靈之後呢，竟然我發現咗一個地獄嘅堡壘啊！因為我到達呢個地獄堡壘之後呢，咁我就攞嘢封住自己，千祈唔好等自己跌落去。咁我掘開呢個磚頭，踏入嚟嘅第一步就達到呢個可怕要塞嘅成就。去到地獄堡壘，我當然做咗第一件事就係揾寶箱。但係呢個地獄堡壘竟然淨係得一個寶箱，激死我！收集一下烈焰棒，發洩一下我嘅怒火。揾到第2隻嘅烈焰使者，我發現盾牌擋唔到佢嘅招式，太激氣啦！我又殺咗佢。我發現呢個地獄堡壘基本上就係一個堡壘，咩都冇。去到第37日，我終於翻到屋企啦。而我竟然發現我嘅雞冇咗啊！我隻雞嘅雕像消失咗啊！不過理唔到咁多，我用我僅有嘅材料整咗15個書櫃。整完呢個書櫃之後呢，咁我就將我把稿掉入去附魔，而我竟然附魔到呢個幸運3，太成功啦！接住落嚟我就去掘礦，用我喺附魔台得到嘅幸運3拎出去掘礦，發揮佢嘅作用。可以見到我掘咗好多嘅礦物，又打咗好多嘅膠。掘到去第46日，我終於上返嚟屋企啦，掘咗好多嘢。然之後我認為呢個附魔台唔係好靚，我就起咗一個天空嘅附魔台，跟住我就一路攞個樓梯向上搭到一個我想去嘅位，跟住我就開始起呢個附魔台。我大概先整咗一個圓形出嚟，喺中間用咗一啲石頭加上木頭整咗一個圓心。我驚起下一日跌落街，所以我鋪咗一啲外圍嘅牆保護下自己先。然之後我仲加咗少少嘅支柱，令到呢個天空嘅附魔台睇落去比較合理。經過無限次嘅修改之後呢，咁我終於改到一個中意嘅樣。我喺樓梯度加裝咗少少防跌落去嘅裝置。喺下面對一對個位，我發現我起錯咗。然之後我就慢慢對位鋪翻靚佢。然之後我起咗一個半圓形嘅模型嘅玻璃，我就喺裏邊開始一個漫長嘅裝飾。
喺我將啲水鋪到頂部之後呢，咁就預示咗我呢個工程終於完成啦。帶大家嚟個沉浸式嘅體驗，參觀一下我個水族館。去到第69日，我完成咗呢個水族館之後呢，咁我就開始着手準備呢個新怪塔嘅物資。落到嚟呢個新怪塔之後呢，咁我第一步呢就係清理一啲寶箱裏邊嘅物品，跟住清理完之後呢，咁我就開始掘呢個新怪磚需要嘅範圍，咁令到啲僵屍呢就可以生喺呢啲嘅地方。喺大概完成呢個新怪磚嘅範圍之後呢，咁我就開始放水，引流啲僵屍去一個位，最終殺咗佢哋，獲得經驗。喺完成咗僵屍要跌落嘅位之後呢，咁我就掘開一條通道連接住我嘅新怪磚，然之後我就放咗一個木箱喺度，搜集一啲僵屍會跌落嘅物資。跟住我對呢個地下室嘅僵屍新怪塔進行少少嘅改造。喺完成晒所有嘢之後呢，咁我最後就打咗個火把，令呢個小僵屍生出嚟追住我。好明顯呢隻小僵屍順利咁樣跌咗落嚟我嘅陷阱度。呢個新怪塔嘅成效係非常之高。等咗一陣間，我哋有好多嘅僵屍啦，可以刷好多嘅經驗值。時間嚟到74至79日，我對呢個新怪塔改造咗一番，令到佢變成好大嘅空間。大概將個地下室改造成一個小小溫馨嘅儲物室。時間嚟到80至91日，我去咗揾村民嘅路途。首先遇到嘅係我嘅出生點，當刻有啲懷念嘅感覺，不過我冇停留太耐。冇諗到喺出生點隔籬呢，我就揾到一個村莊啊！喺入到嚟村莊嘅第一下呢，咁我就俾呢個小貓咪吸引住。然之後呢，我冇忘記我要做嘅嘢，就係要帶走啲村民。咁我首先保護好啲村民，仲有拆咗村民嘅工作台，拆走佢屋企啲稻草，避免佢哋太懷念佢屋企。然之後我就將佢啲床拆咗去，令到佢只可以跟住我行。跟住我入到一個好奇怪屋仔，裏面竟然有個仙人掌喺度。喺度過咗夜晚之後呢，咁我一出門就見到一個駱駝。駱駝係我想帶走嘅嘢，我就首先圍住佢，以後有機會再帶走佢。我又拆完嘢之後呢，咁我測試下啲村民係咪真係會過嚟。如我所料，村民真係會過嚟承接呢個工作台。然後我就開始將我隻馬帶走，加上帶走啲村民。喺步入咗叢林裏邊呢，跟住我發現一件好可怕嘅事。竟然有隻僵屍跟住喺我哋後面，我完全冇察覺到，爭啲令村民俾人殺死。好彩最終都係有驚無險，將村民兩個都成功帶返屋企。我將小食物分發咗俾村民，令到佢哋生小村民。但係過咗一陣之後呢，我發現佢哋係冇生過任何小村民。我就揾咗個位開始起一個村民嘅無限繁殖裝置。大概整咗一個小平台之後呢，咁我就開始起一個圍牆，將啲村民封住佢，順便將村民由屋企帶出嚟呢個村民繁殖裝置裏面，設置咗3張床俾佢哋無限繁殖，然後起咗一個管道嚟運送呢個小村民，設置咗一個集中村民嘅裝置，然之後我就將村民圍住喺呢個裝置裏面。最後發送食物俾村民自力更生，等佢哋無限繁殖，咁樣就完成咗一個村民自動繁殖嘅機器。嚟到92至94日，我醒起咗僵屍新怪塔係未整完嘅水電梯，所以我而家就落去整水電梯。
喺整完水電梯之後咧，咁我就去咗附近嘅礦坑搜集多少少嘅物資，掘咗鑽石，又掘咗其他嘅物資。然之後咧，咁我又翻去打翻我隻僵屍。喺第95至99日，我就去起咗一個礦車，專門運載啲村民出嚟。大致上將個礦車改裝成咁樣之後咧，咁我就開始真正運送村民啦。我就將書櫃一下一下咁樣擺，然之後我發現呢個村民竟然跑咗上去呢個天空嘅撫摸台，咁我就順手將佢留喺嗰度啦。整好完呢樣嘢之後咧，咁我就運送第二隻村民。第二隻村民都係同樣嘅道理。然之後第三隻村民，我放咗道門，令到佢哋兩個都出唔到嚟。然後我就向佢哋兌換啲綠寶石。兌換完呢個綠寶石之後呢，咁我就拆呢個圖書館管理員嘅附魔書先。拆咗唔知幾耐之後呢，咁我突然間拆到一個修補嘅附魔書，淨係需要14個綠寶石，對我嚟講非常之抵啊！趁住呢個機會，我就換咗好多本嘅附魔書，一下換咗5本，已經基本上足夠我。然之後我就開始附魔我嘅工具，將我把稿附上一個修補。然之後呢個成為我最靚嘅稿，然之後我就將盔甲同埋鞋都附上呢個修補。我將一個方塊替換咗一個發射器，令到我唔使再用手放呢個礦車。之後我用泥土圍咗一個空間出嚟，捉咗一啲僵屍入嚟。我當時喺度諗緊，運住4隻僵屍過嚟可以做一個鐵巨人嘅農場。我將4隻僵屍獨立分開擺，令到佢哋唔會逼埋一齊。然之後我就去掘鐵巨人所需要嘅空間，掘下，我發現我唔想起呢個鐵巨人啦。跟住我做咗一樣好白痴嘅事情，我大概20分鐘唔記得咗錄影，搞到我後面建築咗一啲嘢，完全唔記得咗拍出嚟。我辛辛苦苦整咗一個市集初步嘅模型，我將佢哋分成一間間嘅房間，裏面有2×3嘅面積。然之後我大概用咗好幾日嚟起好呢個市集完整嘅模樣。跟住我將佢添加咗好多嘅裝飾，將啲木頭換成唔同樣式嘅木頭，等到呢個市集睇落去更加多樣化。喺第100日，我終於起好呢個市集啦。而我呢100日嘅挑戰暫時到此為止。喺呢100日裏邊呢，我親手起咗好多嘅建築，美化咗我嘅城市。我而家一步一步咁樣規劃緊我未來城市嘅發展。我將會起一個巨大嘅基地，例如一個巨大嘅圍牆，嚟成為我呢個世界裏邊最具地標性嘅建築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希望大家鍾意我分享嘅100日極限生存挑戰。